美国寻求和中国的共存，又不寻求主导。中美历史上几次出现的共存设想，是不是即将出现一个真正的结果？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呢1月7号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说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并不寻求在印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而是寻求与中国在印太地区共存。这里有一句话呢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少见啊。美国说自己在印太没法发挥主导作用了，而且这个主导权自己感觉控制不住了，这是冷战结束以后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其实中美历史呢，在冷战过后是有过好几次起伏的，有过很激烈的冲突，但是共存这个说法，美国也提出过。比如说2004年，美国呢就有人认为中美之间应该缓和关系，搞 G2。当时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那个所长叫弗雷德·伯格斯滕说过的，他说中美之间呢要搞一个两国集团。但是他说这个两国集团一共涉及了4组，美国跟欧盟算一组，美国中国算一组，美国沙特是一组，美国跟日本居然也是一组。就在东亚，它居然设计了2个两国集团。所以这种两国集团的作用注定就是美国在各个地区的战略布局落脚点，摆明了是美国主导，其他国家做配角做配合，好像是一个桌子我们变成了4条腿儿，那个我们肯定不接受啊。后来呢，美国又搞出个新版的中美 G2，叫共治世界，要求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那么到底是共治啊，还是美国主导啊？所以我们还是不接受。更不用说这些学者的说法，其实从来都不具备什么实际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基础。后来呢，中国也讲过，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表达的是中国不谋求通过发展排挤美国。但是当时美国极其敏感，认为太平洋就是美国的，现在变得说什么容得下中美两国，那就是你中国在争夺主导权。所以我们释放的善意，美国听不懂，也就没有能够缓和矛盾情绪。最近呢，美国倒是连续发出了2次共存的声音。前一次是2019年7月份，坎贝尔说过亚太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不仅仅借用了中国的原话，还把范围扩大了，从太平洋变成亚太，说明美国已经认识到激烈对抗这个过程中啊，美国已经没有当年那种绝对优势。而这次又是前所未有的说不寻求亚太地区的主导作用，给人感觉是又向后退了很明显的一步。当然，坎贝尔这话不是白说的，他也提出要求了，就是在亚太跟中国共存呢，中国不能把美国从亚太排挤出去。至于说美国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我认为有可能是真的，但同时也是没有意义的。之所以说有可能是真的，因为美国奉行现实主义外交嘛，当他觉得自己拳头不够硬的时候，他就不会冒险。能主导的话，他肯定会争取尝试主导。但是如果发现主导不了，该撤退，他也会撤退。英国当年看到美国崛起无法遏制，自己呢又有求于美国，所以就实现了一个世界霸权的平稳过渡，而不是在英美之间大打出手。美国这次呢，可能也一样。反正是放弃过越南，放弃过阿富汗，那么面对中国的发展再后退一步，这个也很正常。从理性角度看，从长远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而坎贝尔现在的说法呢，按照最好的情况判断，就是试探一下中国的态度，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美国拿出一个台阶来，看看能不能够借这个台阶跟中国一起把对抗的调门降低。否则再这么对抗下去的话，美国国内商业界、华尔街腿断了，拜登、坎贝尔可接不上。但为什么说没有意义呢？因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坎贝尔今天说的，就算是拜登政府的真心话，就算是拜登政府真的意识到了形势到了这一步，不能跟中国死扛，也不会现在就让美国有什么转变，除非美国只有一个党。除非美国人多数人呢，政治上、思想上能够保持相对的一致。所以在这种两党政治下，在这种两党激烈博弈的情况下，估计马上就会在美国国会引起强烈反响。国会内肯定也会有参议员、众议员要求拜登政府做出解释，或者干脆就直接骂拜登，这是向中国投降等等。
那么拜登政府最近还有可能对中国发出一些貌似很强硬的信息，一定要平衡一下国内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趋势一旦开始，就有可能停不住。尤其是亚太呢一些国家和地区听到了坎贝尔这番发言之后，还会怀疑美国大腿是不是变得不够粗了。而美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是不可能通过国内政治斗争，不可能通过抢选票改变这个趋势的。而且他们越是炒作政治正确，不肯接受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那也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的把自己孤立起来，以后失去的主导权可能还会更多。好，关于美国这位坎贝尔说的美国不谋求亚太地区主导权，是不是表达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